这种考验不仅凶险异常，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无法拒绝。就拿一阶轮回者来说，一般情况下10年便会进行一次考验，若是能够通过考验，那就可以成为2阶轮回者，而考验失败却活下来的就会留下来，等10年之后继续接受第2次考验。一旦连续3次考验都失败的话，这人就算运气好侥幸活了下来，他也会直接被轮回神殿抹杀，没有丝毫挣扎的余地。接连3次考验失败就会被抹杀？仅仅只是从1阶轮回者到2阶轮回者倒还简单，可接下来从2阶到3阶，从3阶到4阶，再到5阶6阶都是一样的，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不然就得身死。只有达到6阶之后，才可以不用受到这考验的限制。6阶之前都得接受那本就凶险异常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的考验，还真够残酷的。何止是残酷，据我所知，轮回神殿挑选的轮回者，平均1万人里面，能够活着在规定时间内闯过重重考验，达到6阶轮回者层次的，都未必能有1个。就是因为太疯狂，太可怕，所有轮回者的这条道路，在轮回大陆上几乎没人胆敢去走。也只有那些无尽千古界位面的一些人，他们对轮回者知晓的并不多，才有胆量敢走那条路。像你父亲，他走的便是轮回者这条近乎十死无生的路。剑无双，轮回神殿的轮回者在整个清火界高层强者当中几乎无人不知。当初轮回神殿邀请你父亲成为轮回者时，也肯定已经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告诉了你父亲，但你父亲明知其中利害，可还是选择了这条路。纵然这条路充满凶险，纵然这条路乃是一条不归路，可只要能够再见到他，哪怕只是一面，纵然化身为魔，纵死又有何妨？父亲他用9死1生都没法形容，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这条路，一切都是为了母亲吗？萧叔，我要如何才能知道我父亲现在的确切下落呢？轮回者的讯息，就算在轮回神殿之内，也算是极大的秘密。你想要知道你父亲确切位置，只有一个办法，那便是亲自去轮回大陆，找到一位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或者更高职务的强者，请他帮忙，应当就可以找到你父亲的下落。金衣执事？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都是由7阶轮回者担任，那一层次一般都具备2转顶端乃至3转道尊的实力，就算在轮回大陆上也并不多见，且他们权限很大，一般7阶以下轮回者的讯息他们都可以查到。只能查到7阶以下的轮回者讯息，那7阶以上？7阶以上的轮回者岂是那么简单就能达到的？你的父亲成为轮回者还不到2000年时间，就算他在那一次次考验当中过关斩将，没有遇到阻碍，2000年他顶多也就能够成为6阶轮回者，而6阶轮回者一般都具备道尊的实力，已经很是了得。那想要再强，剑无双，看你的样子，应当是打算亲自前往轮回大陆吧？对，萧叔，不知要如何才能去轮回大陆啊？去轮回大陆的话，我没有办法，不过你可以去找你师兄帮忙。虚空神殿里边是有通往轮回大陆空间虫洞的。我明白了。剑无双，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立刻。剑无双，你拜托我的事已经完成了。破开了吗？这卷轴上的禁制颇为了得，即便是我也花费了一些手脚。不过这卷轴倒的确是一件难得的宝物，且刚好也是你现在用得上的。有劳前辈了。不用客气，我也很想知道像你这样的绝世天才，今后到底能够成长到何等地步。好了，东土大唐的危机已经解除，
我也该离开了。剑无声，再会了。好家伙，这卷轴当中竟然蕴含了19道完整的道。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已经是永恒境的极致了，下一步便是要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成就道尊。之前从道元子留下的宝物当中，得到了一条最强剑道的感悟心得，而现在竟然又得到了蕴含19条完整的，甚至有激战画面可以观摩的剑道卷轴。这19条剑道虽然只是10条普通剑道，6条天地级剑道，3条造化级剑道，并没有蕴含最强剑道，可对我而言却依旧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在剑道上的天赋本就不凡，现在又有最强剑道心得，还有这卷轴当中的19条不同层次的剑道可以参悟借鉴，用不了多久我便有把握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剑道来。至于开辟出最强剑道来，也绝不会太远。师弟，你真的决定好了，现在就去轮回大陆？嗯，那好吧，空间虫洞我已经替你开启了。不过这空间虫洞只能通往轮回大陆，可到底会出现在轮回大陆的哪里，我也不清楚。毕竟轮回大陆完全由轮回神殿掌管，我虚空神殿也插不了手。你到了那边，自己要小心一点。知道。这里便是轮回大陆吗？竟然是一轮血月。我刚到轮回大陆，对这里的一切还都很陌生，就算想找到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也无从下手啊。看样子得先找个地方落脚才行。那里莫非是在爆发激战？杀光他们！今日天元一族必灭，天元一族的人今日全都得死，一个都逃不掉！哈哈哈哈！杀！还真是疯狂。之前听萧叔说，这轮回大陆的众多族群间厮杀异常残酷疯狂，今日算是见到一个拥有数十万人的族群，一战之后应当就彻底覆灭，能够侥幸逃掉的估计没几个。父亲、母亲、大伯还有三叔他们死了，他们都死了，我们的族群也完了。追上去，杀了他们！该死，被盯上了。哈哈哈哈哈！这里竟然还有只漏网之鱼啊！哥几个，一并杀了他！我指着过路的。过路人，哈哈，谁信你啊？今日这天元一族的人一个都别想跑掉，管你是不是天元一族的人，既然出现在这里，那就宁错杀也绝不放过。杀！宁错杀不放过。滚！什么？这小子明明只是一个永恒境，可实力似乎非同一般呐，起码他的音波攻击非常了得。我这遭遇强敌，已是永恒境最顶端，甚至接近道尊，可能是天元一族一直藏在暗中的强者。阁下赶紧逃，古魔一族的强者马上便会赶来了。古魔一族？来不及了，已经到了。不好，竟然是这老怪物！天元一族还有强者？谢长老，就是他。我四人原本是追杀那2名天元一族余孽的，结果刚追到这儿，便碰到了这人。他发出一声怒喝，那怒喝当中蕴含着音波攻击，直接将我们4人给重伤了。哦，音波攻击。据我所知，天元一族的强者当中并没有擅长音波攻击的。你是谁？我说了，我只是一个过路的。可你的人却把我当成敌人，抱着宁错杀不放过的目的，要置我于死地，所以我也只能出手，给他们一个教训。过路者，10日前，我古魔一族便已放出了消息，
要在今日灭掉天元一族。周边的各方族群强者早已知晓，早就纷纷退避开来。而你若是跟天元一族没有什么瓜葛的话，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天元一族居住地的附近呢？分明就是撒谎。再说了，我古魔一族的族人就算做的有什么不对之举，那也是由我古魔一族自己出手教训。你区区一个永恒境的小辈，有什么资格出手？老夫不管你是什么人，既然你伤了我古魔一族的人，那就得付出代价。付出代价？小子，受死吧！哼，还想杀我？什么？哼！老东西，你刚刚说要让我付出代价？快来救我！住手！阁下，还请放了我族的谢长老。哼，可笑！你要我放，我就放吗？阁下莫非是要与我古魔一族为敌不成？古魔一族？哼！我跟你们古魔一族本没有恩怨，可你们的人却硬要把我说成天元一族的帮手。既然如此，那我今日就帮着天元一族一把，你又能奈我何？我跟你们古魔一族本没有恩怨，可你们的人却硬要把我说成天元一族的帮手。既然如此，那我今日就帮着天元一族一把，你又能奈我何？姓长老，快救我！闭嘴！阁下，今日之事是我们的人不对在先，还望阁下能够给我古魔一族一份薄面，放了谢长老。哦，多谢了。最起码也是二转道尊实力，甚至二转道尊顶端，而且还是非常擅长力量的。阁下，今日我古魔一族出手覆灭这天元一族的事，早在10天前便已经将消息传递出去了的，所以今日这平原几乎不会有人到来。阁下若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还请阁下能够离开这里。我可以离开，但那2个人我带走了。可以。那就行了。你们古魔一族还是好好约束好手下的人，行事不要那么嚣张霸道，不然下次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谁知道你一个最起码2转以上的道尊强者会没事以你自己的气息？你若是一早就暴露出气息来，我嫌命长才会来招惹你。天元一族元刚，多谢大人救命之恩。浩儿，快，谢大人的救命之恩。多谢大人。起来吧。今日若非大人出手，我与雷儿肯定逃不掉。这份恩情，我父子2人必当谨记。可惜，我父子2人虽然逃掉了，可我那天元一族……天元一族？剑无说，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所谓的天元一族，应当是万古混沌世界一种异兽魔天元与人类交配留下来的后代。你眼前这2人身上都残留着一些魔天元的血脉，不过都非常稀薄到根本没法动用血脉之力，所以他们即便跟人厮杀，那一丝魔天元血脉对他们也不会有任何帮助。是这样的，元刚，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希望你能如实答我。大人对我父子2人有救命之恩，不管大人问什么，我都当知无不言。那好，我就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这轮回大陆的族群竟然这么多，哪怕是弱小族群都会有道尊坐镇，而轮回大陆上数之不尽的弱小族群，这么算起来，这轮回大陆的道尊强者绝对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数字。剑无说，区区一个轮回大陆就让你这般震惊了？
那等你今后实力成长起来，去那浩瀚的万古混沌世界闯荡时，你岂不是会更震惊？不过是一些道尊罢了，在万古混沌世界，道尊根本算不得什么，一抓就是一大把，有什么好稀奇的？元刚，我再问你，你在轮回大陆生活了那么久，应当知道轮回神殿的存在吧？轮回神殿？当然知道，那可是我们这片大陆至高无上的霸主，连那些巅峰族群都比不上。你既然知道轮回神殿，那想来也听说过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吧？金衣执事？我没听说过金衣执事，可我却听说过银衣执事。据说曾有一位来自轮回神殿的银衣执事去古魔一族待过一段时间，这事儿当时可是令周边很多族群都无比吃惊的。银衣执事？大人，我只是一个弱小族群当中的永恒境，对轮回神殿内的事情知晓的不多。不过我知道有人对轮回神殿颇为了解。谁啊？龙翼城主。他是谁？是大人你现在所在这片疆域当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人物，他实力很强，据说已经达到了3转道尊层次，在这片疆域中是被公认为的第一强者。且最为重要的，这位龙翼城主口碑和为人都很不错，交友广阔，有着很多的人脉，像一些非常强横的中等族群，甚至一些高等族群内的强者，他都有交情。数年前，那位龙翼城主似乎是要找一件名为九曲龙根果的宝物，消息一传出，这各方族群大量强者都出面替他寻找，甚至有人还直接替他发出悬赏。可惜那九曲龙根果太过罕见了，至今也没有找到。但不管怎么说，他的人脉的确是这片疆域最广的了。大人，您若是要打听轮回神殿的事情，或者是要找寻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大可以请他帮忙。他若肯出面，或许就能帮到大人。那龙翼城主现在在哪儿啊？龙翼城主就在这片疆域中央的龙翼城当中。大人，您沿着这个方向一直朝前走，几天之后应当就可以看到龙翼城了。多谢了。你们的族群已经覆灭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倒是容易，我们可以以独行者的身份加入别的族群，虽然地位比较低，但活下来却不成问题。那就好。我这里有一枚乾坤戒，里面有好多神经，或许会用得着的。多谢大人。雷儿，从今天开始，咱们父子便得隐姓埋名了。今后你绝对不能再向别人说你是天元一族的人，只有等你实力变强了，达到像刚刚那位大人那样的程度，你才可以说出自己的身份，才可以替你母亲，替你大伯，还有替咱们天元一族的所有族人报仇雪恨，明白了吗？孩儿明白。另外，刚刚那位大人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你也务必好好记住，等今后实力强大了，就要想办法还了这份恩情。龙翼城主便在那座府邸之内。剑无双，你不会就这么傻乎乎的去拜访那位龙翼城主吧？不去直接拜访，你说怎么办？之前那元刚不是找九曲龙根果，花费了很大力气跟人脉都没有找到吗？是有这事儿。难道你想要我用九曲龙根果去见那龙翼城主？可我压根儿没有九曲龙根果呀。九曲龙根果你是没有了，可你有龙心丹呐。那龙心丹就是以九曲龙根果为主要材料炼制而成的。龙心丹？剑无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龙翼城主之所以会找九曲龙根果，其目的就是为了炼制龙心丹。九曲龙根果的用途并不广泛，
而对于那位已经达到了3转道尊层次的龙翼城主而言，用处就更少了。他唯一用得着的，应当就是龙心丹。龙心丹对普通武者来说用处并不大，但对一些龙类异兽用处就不小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龙翼城主应当有着一部分龙族血脉。他费尽心思搜寻九曲龙根果，就是为了炼制龙心丹，用龙心丹激发他体内蕴含那一部分龙族血脉。是这样，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接下来的事情便好办多了。大人，不知有什么是我万轩楼可以效劳的？我有一件丹药，需要你们商铺帮我售卖。售卖丹药？大人，我万轩楼的确可以帮客人售卖宝物，但一般情况下，值得我万轩楼帮忙售卖的宝物，价值都不凡。不知大人您的那件宝物是什么？就是这枚龙心丹，不知道有没有资格让你们万轩楼去售卖呀？这是地级丹药。大人，不知这枚丹药你打算如何卖？你们万轩楼只需要把这枚丹药的消息传播出去，谁要是对这枚丹药感兴趣，叫他自行来找我便是。可以，事成之后，大人只需缴纳1000万神晶的费用就可以了。行。我听说这龙翼城内有一座大型决斗场，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待在那儿的。要谁对那枚丹药有兴趣的话，让他去决斗场找我。好。没办法，血脉之力终归还是差生了一些，即便得到了那门秘术，也根本没法修炼，还是得靠想办法激发更多的血脉之力才行。龙心丹，只有龙心丹才能够让我体内的血脉之力得到大幅提升。可惜炼制龙心丹的众多材料我虽然都凑得七七八八了，可唯独那最重要的九曲龙根果一点下落都没有。九曲龙根果呀，也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找到。城主大人，好消息，有天大的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难道是那九曲龙根果有下落了？不是九曲龙根果，而是龙心丹，就在咱们龙翼城。我刚得到消息，有人请万轩楼帮忙售卖龙心丹。什么？真的是龙心丹？千真万确。天助我也！那人现在在哪儿？大人，3号贵宾室内的大人请你过去一趟，说有要事相谈。来了吗？见过龙翼城主。果然，我就知道你是冲着我来的。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一族？剑无双，独自一人，没有族群。哦，独行者。那龙心丹当真在你手中？果然是龙心丹。剑无双小友，不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龙翼帮忙的，但说无妨。既然如此，那我也不绕弯子了。实不相瞒，我有件事情必须要轮回店主一位金衣执事帮忙，可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在整个轮回大陆都没有多少，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找。而我听说龙翼城主你人脉极广，就连很多高等族群以及一些在轮回大陆上极有名气的强者都跟龙翼城主你有交情，所以我才特意赶来找你的。你想要我带你去见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对。轮回神殿虽然是这轮回大陆公认的霸主，可对轮回大陆各方族群的争斗却从不干涉。在轮回大陆上，就连轮回神殿的分殿都没有几个，而那些金衣执事在轮回神殿也算是真正高层的强者了，不仅自身实力强，且权势极大。
纵然是一些高等族群都不敢轻易的去得罪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平日里，这些金衣执事也都傲气十足，寻常道尊强者，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想要见到他们，难度也极大呀。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特地来找龙翼城主你的。我人脉广，这没错，但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里面，却没有人跟我有交情。虽然没有什么交情，但我却知道一位金衣执事居住的地方，我可以带着你一同去拜见他。但见到他之后，你想要找他帮什么忙，就只能你自己跟他说了。可以。剑无双，你可以告诉我，你要找那位金衣执事帮什么忙吗？这个，我有一位很重要的亲人，在2000年前成为轮回神殿的轮回者，到现在生死不知，所以我想要这位金衣执事帮忙，找到他的存在。是这样。轮回神殿那些轮回者的讯息是轮回神殿的绝密，轻易是不会透露的。那位金衣执事若是就算真的愿意帮你，恐怕你也得付出不小的代价，那代价甚至比一颗龙心丹还要贵重得多。我明白。龙翼城主，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哈哈，别着急。据我所知，那位金衣执事2年前已经离开了他所居住的地方，似乎是去处理轮回神殿的一些事情去了，还未归来。咱们现在就算去拜访，也见不着他。那需要等多久啊？我问问。那位金衣执事麾下的一名强者说了，3年后他家大人便会回来，所以咱们还得再等上3年。3年而已，没问题。这3年你若是没有地方去的话，大可以直接去我的城主府居住。3年后我便带你去见那金衣执事。那就有劳城主大人了。龙翼城主，对着龙心丹你似乎非常急迫，既然如此，那我现在便提前把这龙心丹交给你吧。哦。龙翼城主能在这片疆域有如此大的名气跟口碑，我自然相信你的为人了。那巨人男子，他修炼的秘术。龙翼城主，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小友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我要他。这个简单。8场了，还差12场，也不知我青鬓还有没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今后还能不能回到族群当中？你跟我走。我刚进行过一场对决，实力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难道又叫我上场？不是让你上场去厮杀，是有2位大人要叫你。有人要见我？见我做什么？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跟我走吧。城主大人，您要的这名奴隶已经带来了。从今天开始，他不再是你们决斗场的奴隶了。是。剑无双小友，你要的这人已经带来了。我不再是这决斗场的奴隶了。城主大人，难不成是龙翼城主？他是龙翼城主，那他周边这人又是谁呀？看龙翼城主的样子，对他似乎挺客气的，可他仅仅只是一个永恒境啊。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如实回答。要是答案让我满意了，你便可以恢复自由了，不用在这决斗场上再继续厮杀下去了。大人尽管问便是。我刚刚看你跟人厮杀，你的肉身极其强横。你的肉身之所以如此强横，
除了你有的血脉之外，最重要的应当是你修炼的那门炼体方面的秘术，而且已经把那门秘术练到极高层次了，对吧？是，我的确修炼了一门炼体方面的秘术，而且的确修炼到了极高层次。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修炼那门秘术，炼体秘术，应当是不灭秘术吧？大人，您知道不灭秘术？果然嘛。你既然修炼了不灭秘术，应当知道红神吧？红神大哥？大哥？看样子你跟红神关系颇为亲近。当然亲近。我与红神大哥都来自于炎魔一族，红神大哥是炎魔一族的顶梁柱，且性情温和，大公无私，对我们这些族人更是非常照顾。当时我还在炎魔一族时，因为展露出来的天赋不错，所以红神大哥亲自将不灭秘术传授给了我。可惜我太自大，不听红神大哥劝告，独自一人外出闯荡，结果遭遇强敌，被重伤。后来更是被人卖给了这决斗场。是这样啊。炎魔一族不知道是弱小族群呢，还是中等族群呢？应当不可能是高等族群。剑无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那炎魔一族应当有着万古混沌世界名气极大的炎魔巨人的一丝血脉。炎魔巨人？红神对我有恩，且之前他便说过，今后要是有机会来到他所在的世界，可以去找他。现在既然知道他所在的族群了，有机会倒是要去看看。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回大人，我叫青鬓。接下来的时间你便跟在我身边吧，等过段时间，等我这里的事处理完了，我要你带我去见见红神。大人您莫非跟红神大哥有交情？算是吧。还要3年时间才能见到那位金衣执事，我只能等着。不过这3年时间倒也正好让我提升一下自己修炼那些秘术。星河秘术第30层成了。我现在才刚跨入3星古神层次，还有着极大提升空间。等我达到3星古神顶端，说不定就可以练成第31层、第32层的星河秘术。星河秘术不过是众多古神秘术当中最普通的一种罢了，修炼门槛本就不高。最普通的秘术？你也就是因为在这清火界罢了。如果是在万古混沌世界内，那些力量振幅达到100倍的多的是，非常普遍。星河秘术跟那些秘术比起来，没有任何优势。这样啊。剑无双，你现在应当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道的开辟上，早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来，借助道的威能，到时候你的实力才能够暴涨。开辟的道越强，你的实力也更强。我知道。剑道造诣不错，距离开辟出自己的道，似乎已经很接近了。剑无双小友，一个人练剑未免太过枯燥了些。刚好我也是以剑为兵刃的，不如你我切磋切磋。切磋？哈哈，你我都用永恒境层次的力量，开始了。开辟出了剑道，跟没开辟出剑道的差距还真是很大。剑无双，感觉如何呀？我开辟了3条剑道，刚刚动用的仅仅只是其中1条，而且还是最弱的1条最普通级别的剑道。我若是动用那2条天地级别的剑道，你怕是败得更快了。的确，这3年时间我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你若是在剑道上遇到什么问题，大可以来问我，我若是知道，
必然会给你解答。那多谢龙毅城主了。好了，你还是多加修炼吧，早点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来，成为道尊才是王道。这位龙毅城主是对你的龙心丹有所亏欠，想要给你一点指点弥补你，他却不知论实力，你比他还要强上不少。龙毅城主开辟出了3条剑道，在剑道方面还是有资格指点我的。哼，仅仅2条天地级，1条普通级的剑道，算得了什么？剑无双，我得到消息，那位金衣执事已经回到他的住所了，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找他。既然这样，那我们立即出发吧。轻便，你就待在城主府吧，等着我跟龙毅城主回来。看，前方那座城堡，便是那金衣执事居住的地方了。那里便是有了一位金衣执事吗？走吧。龙毅城主，很久不见了。哈哈，叶道尊，还请替我向你家主人通传一声，就说我龙毅带着一位小兄弟前来拜见他。稍等，我现在便通报。龙毅城主，我家主人有请。龙毅见过金羽先生。龙毅城主，你带来的人架子倒是真的不小啊。剑无双见过金羽先生。哼，这还勉强像话。这家伙明明自己架子大得很，傲得很，还说你架子大。剑无双，如果我是你，我现在便出手将这小子的头给扭下来。我现在毕竟有求于他，若是能够从他那儿得到父亲的下落，就这点小小的屈辱，算得了什么呀？你倒是真能忍啊！龙毅城主，早听说过你的大名，不知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啊，今日我是带着这位小兄弟前来的，是他有事想找金羽先生你帮忙。哦，说说看吧。是这样的，2000年前，我在千古界的一位至亲之人被轮回神殿选中，成为了轮回者，到现在一直也没有消息，所以我想请金羽先生你帮忙，找到他的下落。要本座替你寻找一位轮回者的下落，哼，你倒真敢想啊！小子，你可知道轮回神殿众多轮回者的信息一直都是绝密？这我知道。本座虽然是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的确有些权限，却也不能将轮回者的讯息泄露出来。一旦泄露查出来之后，本座也得受到重罚。运气好，去轮回神殿第1牢狱关上个数万年；可若是运气不好，便是职位不保，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本座与你没有任何瓜葛，你想要本座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替你去查找一位轮回者的讯息，真是做梦。阿叶，送客。金羽先生，我知道，要你寻找一位轮回者的信息并不轻松，所以我自然也愿意付出一些代价。代价？哼，你说的简单，那代价何等巨大，又岂是你一个永恒境的小辈能够付得起的？那到底需要多少代价？金羽先生，你尽管开口。哦，既然如此，那本座也直说了，2颗混沌晶。什么？好，2颗混沌晶，我答应你。这是2枚混沌晶，我现在便可以给你半颗。等金羽先生查到结果，我再将剩的1颗半给你。还真是混沌晶，这小子，他才一个永恒境而已，是怎么拿出来的？剑无双，这混沌晶可非同小可。混沌晶当中蕴含最精纯的能量，对武者而言，用处也非常之大。你现在虽然用不着，可等你今后突破达到道尊了，那就用得着了。
而那道元子留下的混沌晶也并没有多少，你这一下子就拿出了2颗。2颗混沌晶而已，只要能够找到附近的下落，付出再大代价我也都值得。金宇先生，2颗混沌晶已经有了，接下来金宇先生你是否能帮我这个忙啊？既然混沌晶有了，且你又是龙翼城主亲自带过来，本座自然会卖龙翼城主一个面子。那就有劳金宇先生了。我那至亲之人名为剑南天，来自千古界，是2000年前成为轮回者的。剑南天，本座会帮你去查，3天之后就会有结果。而这3天，你与龙翼城主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就在这儿等上3天吧。可以，我也不忙，就多等上3天吧。阿叶，你带他们2位就在城堡内住下吧。是。仅仅一个举手之劳，就能得到2颗混沌晶，我这运气倒真是不错呀。除了这2颗混沌晶，还有那龙翼城主。帝炎大人，我这里来了2个人，其中有1人或许会符合您的胃口。剑无双，你要本座替你做的事已经有了结果。本座将轮回神殿所有7阶以下的轮回者全部找了一遍，并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人。没找到？怎么可能没找到呢？金宇先生，你确定将所有的轮回者都找过了吗？哼，剑无双，你是在质疑本座的信誉吗？剑无双，这金宇好歹也是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在轮回大陆上也算是声名显赫的强者。既然收了你的好处，自然会替你办事，这点起码的信誉还是有的。啊，是我失态了。啊，金宇先生，我这位小兄弟既然愿意付出2颗混沌晶的代价请你帮忙，自然不会无故放矢。他的那位至亲之人肯定是一位轮回者，但不知是不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才没办法找到他。本座已经将所有7阶以下轮回者全部探查过了，的确没有找到他所说的那人。至于为何找不到，只有2个可能。第一，便是那人跟我一样，也已经成为了7阶轮回者，同是7阶轮回者，本座自然没法查到他的讯息。哎，对，很有可能是这样的。父亲天赋奇高，2000年时间，说不定已经到了7阶轮回者层次，这金鱼找不到也正常。金宇先生，那还有一个可能呢？还有一个可能，便是那人已经死了。我轮回神殿的轮回者考验近乎十死无生，一名轮回者想要一步步从1转轮回者提升上来，本就需要无数的磨难，10000个人当中都未必能有1个人活下来。那些死了的人，信息会被彻底消除到，本座自然也就找不到了。剑无双，你的那位至亲之人来自千古界，而且是在2000年前才成为轮回者的。对，成为轮回者的时间不足2000年。既然是来自千古界，那一开始必然只是1阶轮回者，而我轮回神殿的轮回者考验很难很难，不足2000年时间，他绝不可能从1阶轮回者达到7阶轮回者层次。也就是说，你的那位至亲之人十有八九已经死去了。死去了？不可能，绝不可能。本座已经查到的结果将告诉你，至于信不信，那就是你的事儿。好了，将剩下的1颗半混沌晶交给我。剑无双，你若是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的话，本座可以再帮你一个忙。啊？本座只是7阶轮回者，能够查到的也只是7阶以下众多轮回者的信息，可本座却认识一位8阶轮回者，那位8阶轮回者可以查探8阶以下轮回者信息，所以你若是肯付出代价，本座或许可以帮你去问问他。8阶轮回者，不知道请8阶轮回者帮忙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不多，10颗混沌晶而已。什么？ 10颗混沌晶，
这小子还真敢说啊！他区区一个7阶轮回者，顶多也就接近3转道尊战力，这样的货色，就算是2个绑在一起，都值不了10颗混沌晶。金宇先生，要是我拿出10颗混沌晶来，是否可以确定那位8阶轮回者就一定会给我帮忙去查找7阶轮回者的消息呢？这个嘛，你付出足够的代价，本座可以替你去向那8阶轮回者说上一说。那位8阶轮回者跟本座也有些交情，他答应帮忙的几率差不多有5成。也就是说，还有5成他不会答应了。对，毕竟是8阶轮回者，本座可没法命令他，愿不愿意帮忙那是他的事儿。是这样吗？我若真拿出10颗混沌晶来，这金宇或许真会替我去向那位8阶轮回者说上一说，但是也有可能他一句话也不传，把混沌晶全部吞了。等事后他只是说那位8阶轮回者不愿意帮忙就行，我也根本没法去查证，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白白得到10颗混沌晶。哼，这金宇还真的是打的一手好算盘的，真把我当冤大头。10颗混沌晶太过巨大了，或仅仅一个永恒镜罢了。之前因为得到一份不俗的机缘，方才可以勉强拿出2颗混沌晶来，却已经是极限了，根本没法拿出10颗混沌晶来。所以接下来的事儿就不劳金宇先生费心了。哦，这小子是真拿不出还是假的？既然如此，那本座也就不勉强了。阿叶，送客。2位，请吧。帝炎大人，那2人刚离开我的城堡，短时间内走不了多远，你现在便可以出门。金宇，你确定那人身上有着翼龙一族的血脉？确定。翼龙一族，翼龙一族早在很多年前就被覆灭了，现在还在轮回大陆活着的，具备翼龙血脉的人绝不会超过5位，而这人身上的翼龙血脉想必会非常的美味。帝炎大人，那龙翼城主在轮回大陆上有不小的名气，人脉极广，他若是死了，事后肯定会有人查到我的头上，到时候我的麻烦怕是不小，所以我的报酬也得再加1成。可以。另外，跟那龙翼城主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永恒镜的小家伙，大人你待会儿动手时，只需解决掉那龙翼城主便是，至于那个永恒镜的小家伙，便交给我。永恒镜？一个永恒镜而已，交给你便是。既然如此，那咱们便出吧。剑无双，你被人盯上了。啊？不只是你，还有你身边的这位龙翼城主，你们2个都已经被人悄悄种下了特殊的印记。印记？是那金羽？那金羽施展印记的手段颇为独特，不过是你还是你身边这位龙翼城主都没有丝毫发现，可我却是注意到了。能不能将印记抹除掉？可以，但起码也得用1天时间。剑无双，怎么了？龙翼城主，咱们2个怕是有麻烦了。有麻烦？翼龙一族的人，而且还是已经达到3转道尊层次的翼龙。翼龙一族是冲我来的。老夫在这轮回大陆闯荡这么多年，也吞噬过不少的血脉，可翼龙一族的血脉至今未曾尝过。今日不管如何，都要尝尝鲜。糟糕！剑无双，这人是冲我来的，你别管，赶紧逃！龙翼城主竟然逃了！他逃才是对的。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黑袍老者身上应当有着一丝吞天族的血脉。吞天族在万古混沌世界名气可不小，
那是以众多异兽精血为食的霸道族群。普通的异兽看到吞天族，会有着一种天生的畏惧，就好像看到天敌一般。别说这黑袍老者本身实力就比龙翼城主要强，就算实力相近，单单那血脉上的惊触与压迫，龙翼城主就绝不可能是那黑袍老者的对手。是这样啊。吞天族在万古混沌世界内也颇为稀少，而你们这一届当中，竟然会有蕴含一丝吞天族血脉的后代，倒真是难得呀。竟然是蝙蝠类的吞天族血脉，这等吞天族虽然不算多强，可在速度上却是一绝。那龙翼城主危险了。既然都来了，那便现身吧。金羽先生，莫非还有别的事儿？倒也没什么，本座只是好奇你一个永恒境，竟然眼睛都不眨就拿出2颗混沌晶。如果本座没有猜错的话，你的身上肯定还有更多的混沌晶。是还有一些。那可是混沌晶啊，单单1颗价值就比得上一位3转道尊的全部身家。如此尊贵的宝物，若是放在你一个永恒境的身上，未免也太不安全了一些。不如让本座替你收藏着吧。你说的没错，如此珍贵的混沌晶放在我身上，的确是不安全。这小子身上竟然还有如此多的混沌晶。金羽先生，混沌晶就在这里，你要是想要的话，尽管来拿便是。那本座便不客气了。哼，区一个永恒境，也敢在本座面前出手，真是不自量力。什么？仅仅只是蕴含的剑意，都没有真正的爆威能，便震散了我的刀光。他这一剑得有多强？怎么可能？啊？轮回神殿的7阶轮回者，大多都是由2转顶端道尊担任的，只有极少部分具备3转道尊战力。而这金羽似乎属于后者，也就勉强达到3转道尊门槛罢了。以你的实力，杀他并不难。那龙翼城主麻烦不小，我得赶紧解决这个金羽，然后去帮你。一个永恒境竟然这么强，这是什么？好快！竟然被彻底碾压，快成这样！这剑阵太快太迅猛，挡不住了！剑无双，住手！快住手！本座不要你的混沌晶了，本座也答应替你去那位8阶轮回者面前求情，让他替你寻找至亲之人的下落。你快住手！停下！停下！不，剑无双，本座乃是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7阶轮回者，你不能杀我！剑无双，你杀不了我，用不了多久你也会死，等着吧，你给我等着！哼，可笑。之前我是因为有求于你，才对你那般客气的，甚至你一直轻视于我，到后来还想要敲诈我一笔。我就是看在你身为轮回神殿金衣执事的份上才忍了的，可是敲诈不成，竟然想杀人夺宝了，真当我好欺负啊！龙翼城主，别挣扎了，你逃不掉的，乖乖成为老夫的食物吧。翼龙一族的精血虽然不会太过纯正，但味道应该相当不错。混蛋！这家伙的血脉非常古怪，一直压制着我，让我发自内心的惊触。一身实力顶多只能发挥出7成来，不然凭借我练成的那门秘术，完全可以和他正面一斗，绝不可能这般狼狈。怎么办？他速度快，逃我根本逃不掉，打又被彻底碾压，难道我龙翼今天当真要死在这儿？剑无双，龙翼城主，你没事吧？
借无双，你怎么不走啊？哼，为什么要走？小子，你竟然还活着！金羽呢？哼，金羽，你又不是傻子，难道想不到金羽去哪儿了吗？你杀了他？对啊。借无双，你先别问那么多了，咱们先联手，将这老家伙打回来再说。好。小子，老夫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杀了金羽，但老夫可跟金羽不同。既然你要阻我，那便一起去死吧！武神一指，破戒。好家伙，实力不错啊！这些年我也是有些进步，特别是星河秘术修炼到第30层，力量振幅多出了几倍了。现在的我实力完全发挥出来，应当接近3转巅峰，而这个老家伙却能轻易压制我，绝对是货真价实的3转巅峰战力。那小子明明只是一个永恒境，可实力竟然强成这样，跟我正面交锋只是被压制而已。还有，他刚刚动用的那力量，血脉之力，难道是那一族的？对，肯定是那一族。而且如此浓郁的血脉，他在那一族的地位肯定非同小可。有那一族插手，这一下子倒是麻烦了。小子，你不是老夫对手，滚开！让开的话，老夫饶你性命。哼，可笑，好像你能够轻易杀死我似的。若是有真本事，尽管放马过来便是。既然你自己找死，那也怨不得老夫了。哼！呵呵，竟然能够借助秘术模拟出本体来，倒是不错。好怪异的感觉。借无双！这灰袍老者去咬剑无双，结果把獠牙都给崩断了。我不可能！就算是那一族群的强者，就算他已经突破到了道尊层次，也绝不可能在我这一招之下完好无损，更不可能崩断我的牙，除非……他身上所穿的血袍是宝物，而且还是非常了得的护体宝物。老家伙，看来你的牙并没有我的身体硬啊。借无双，我已经传讯给我的一位好友了，用不了一会儿，他就可以赶到这里。哦，老家伙，你听到了？你还不走？难道打算再继续咬我几口吗？你要是有胆量，尽管来咬便是，我倒是要看看，你还有几颗牙可以崩断。这小子防御力强得可怕，我想要杀他根本不可能，且他实力也颇为了得，有他相助，我根本杀不了那龙翼城主。可惜了，一龙一族的精血，老夫今日看来享受不到了。小子，算你狠！不过你也别得意，那金鱼可是轮回神殿的7阶轮回者，在轮回神殿权势也颇大，跟他极为亲近人也不在少数。你杀了他也别想好过，哼！就算是内族群也护不了你，你等着吧。总算离开了。剑无双，多谢你了，若没有你，我龙翼今日必将葬送在这里。城主客气了，之前在龙翼城的3年，多亏你一直指点我的剑道啊。那3年，是我太自大了，你的实力比我都要强上不少，我还妄想指点你，还真是。龙翼城主，既然那老家伙已经走了，那你那位好友就不用赶过来。好，我已经给他传讯了。剑无双，你真的只是一个永恒境吗？这个问题，咱们还是先回龙翼城再说吧。好。剑无双，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当并非轮回大陆的人吧？为何这样？以你的能耐，若是你生在轮回大陆的话，绝不可能一点名气都没有。所以，你必然是来自轮回大陆之外。想来应当是来自那虚空大陆的强者。龙翼城主果然好眼力啊！我的确是来自虚空大陆，至于到这儿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我那位至亲之人。果然，我刚刚也传讯替你问过了，那金羽并没有撒谎。以他的权限，既然没能找到你的那位至亲之人的信息，那么你的那位至亲之人，要么已经是7阶以上的轮回者了，要么便是死了。第二个结果，你想必不会接受。既然如此，那你便只能想办法去找轮回神殿的8阶轮回者了。8阶轮回者，每一个都是3转顶端层次的道尊。这等强者，就算在轮回神殿当中也没有几个，平日里想要见到也非常艰难。纵然以我的人脉，也没法替你找到一位8阶轮回者的所在，所以只能你自己今后慢慢寻找了。我明白，既然知道父亲不在7阶以下轮回者行列，那我也不用急着寻找了。这轮回大陆强者很多，也很大，我可以在这一边闯荡，一边慢慢寻找。那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我之前在决斗场救了一个炎魔一族的强者，炎魔一族内有位强者曾对我有恩，我打算先去那儿。什么时候出发？马上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留你了。这里有2枚令符，一枚是我的传讯令符，以后若是有什么事情，只要能够帮得上忙的，我龙翼必当全力以赴。至于另一枚令符，则是一份轮回大陆的星图，最高级的那种，轮回大陆9成的疆域都在上面，这对你应当也有些用处。多谢了，龙翼城主，后会有期了。从这里到炎魔一族的所在疆域，倒也有颇为遥远的距离，而且轮回大陆上几乎没有多少可用的空间虫洞，这些疆域大多也只能靠自己的脚力去赶了。以我跟轻便2个人的速度，要赶到炎魔一族，少说也得5年时间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便一边赶路，一边钻研参悟剑道。轻便，咱们动身吧。是。剑无双，恭喜你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第1条剑道来了。国王，你觉得我开辟这条剑道怎么样？这条剑道，怎么说呢？你这剑道很是怪异。怪异？你开辟的这条剑道非常驳杂，就好像将几种不同剑道拼凑在一起的样子。虽然这样也让你开辟出了一条自己的剑道，但这条剑道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不伦不类？现在是不伦不类，可是若是我能将那几条剑道的意境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条剑道便会不断完善，而今后我还可以不断加入新的剑道意境在其中，令这条剑道也会不断的变强。融合万千剑道，开辟出全新剑道来，这思路倒是不错，但这条剑道今后能否成长到最强层次，却不知道了。我现在剑道才刚起步，以后的事儿慢慢来吧。开辟出一条剑道，虽然只是最普通的剑道，可凭借这条剑道赋予的威能，我的实力比之前也要提升了一个档次。现在的我才算是真正拥有3转巅峰的战力。轻便，大人，前面应当就是炎魔一族所在的疆域了吧？过了这片平原就是了。那好，我也不多耽搁了，直接出发吧，早一点去炎魔一族。好，马上就能过回到族群内了。杀死他们！炎魔一族的全都要死，一个都别放过。不好，
该死的黑蟒一族！无双大人，这是我炎魔一族的族人，他们处境不妙，我得赶紧出手。你是青鬓？是青鬓族兄，是青鬓族兄！青鬓，快想办法挡住他们！青鬓，倒是听说过，据说曾经在炎魔一族内也算颇有名气的，可后来就销声匿迹了，似乎是个外出闯荡的。没想到今日倒是回来了，不过回来又如何？也不过是一个永恒境罢了。哼，这青鬓是回来送死的呀！不用废话了，一起杀了就是。看样子，这炎魔一族似乎也并不太太平。又来一个，这人似乎不是炎魔一族的，管他是不是，一并杀了。走，快走！无双大人，多谢大人出手相救。刚刚黑蟒一族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所在的这片疆域之内，一共有近100个族群，在这些族群当中，最强的便是我炎魔一族，还有那黑蟒一族。我们2个大族群都属于高等族群，既然都是高等族群，为了各自的利益，自然也就会有争斗以及厮杀。我们2大族群的争斗厮杀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这样啊，炎魔一族竟然是一高等族群。青鬓，带我去见红神吧。好。他便是红神吗？红神大哥，青鬓回来了。回来了就好，起来吧。红神大哥，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剑无双大人。我这次之所以能够活着回来，全凭他解救。且刚刚在回来的途中，我们的族人与黑蟒一族的人遭遇，危难关头也是无双大人及时出手，才令黑蟒一族强者退去的。哦，剑无双见过红神前辈。剑无双，前辈可曾记得很多年前，你的一截断指落入一方千古界，那截断指上还残存你的一丝意识，后来有人便在那截断指之下习得了不灭秘术，你还给了他一道引渡神雷的。你便是那个千古界的小家伙？正是在下。怎么可能？当初我那道意识受你不灭秘术给你引渡雷劫时，你还弱小得很，且距离现在也不到2000年而已。这么短的时间，你竟然走到了这一步。你救了青宗，而且刚刚还替我族族人击退了黑蟒一族的强者，我倒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啊。前辈客气了，当初在千古界，若非没有前辈给的一场造化，我能否有今日的成就还未必。哈哈哈！我当时只是看你顺眼，随手给的造化而已，可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呐。红神大哥，怎么了？是求救信息，我得立刻去看看。又是黑蟒一族。是他们。你不在的这段时间，这黑蟒一族内部兴起了诸多变故，实力提升了不少。现在我炎魔一族的确颇为被动。无双小兄弟，我还有事，就不跟你多聊了。你暂且在族内住下，我让青宗带你到族内到处逛逛。对了，你也是剑道修炼者，我们族内刚好有一处地方对剑道修炼者颇有作用，也让他带你去看看。无双大人，跟我走吧。好。无双大人，到了。那，大人你看，这是太光滑了，这些剑痕都太光滑了。如此光滑的剑痕，这得是何等锋利的长剑，何等快的剑术才能够留下来？太快了，这一剑太快了。
这应当是有一位可怕的剑道强者，曾在这里参悟剑术，且一步步将那道剑术掌握达到完美，从而产生的9道剑痕。无双大人，感觉如何？很震撼。我研魔一族每一个钻研剑道的人第一次到这儿来，也都是很震撼。这9道剑痕，其实是2万年前一位神秘的剑道强者路过我们研魔一族，或许是有所触动，他直接在这座峡谷盘坐参悟起来。当我研魔一族的人发现他后，一开始想要赶他离开的，可结果他随手挥出了一道剑痕，也就是这山壁上的第1道剑痕，就把我研魔一族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红神大哥都给吓住了。随后红神大哥亲自下令，所有族人不得打搅这位剑道强者，甚至还亲自在峡谷外替这位剑道强者护法。那位剑道强者在这峡谷内待了2年时间才离开，离开的时候，这山壁上就多出了9道剑痕来。且他当时还说，打搅了我们2年时间，就用那9道剑痕作为赔礼。赔礼？青斌，你可知道那位剑道强者的名字？知道。当时那位剑道强者离开后便说过，他叫旭日。旭日？旭日剑帝？难怪了，难怪这9道剑痕会如此的精妙强横，原来竟然是旭日剑帝留下的。这些剑痕……无双大人，这位小兄弟跟我颇有渊源，而且他的天赋也不错，短短不到2000年的时间便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当真了得。假以时日，必定能够成为一方强者。吩咐下去，这段时间我族内钻研剑道的族人就先不要来这峡谷了，让这位小兄弟自己一人在这慢慢参悟吧。剑无双，恭喜你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第2条剑道。我开辟出的第1条剑道，是吸取众多剑道的精华，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强更可怕的剑道。这一剑道演变到最后，应当是万法归一。而这第2条剑道，是参悟旭日剑帝留下的9道剑痕，从而领悟的。这一剑道讲究的同样也是一个快字，且现在只是初步掌握，同样也属于最普通的剑道。至于名字的话，暂且就叫做极光剑道。剑无双，你剑道虽然已经开辟了2条，整体实力也提升了不少，可凭你现在的剑术，根本没法将你开辟的这2条剑道完美的施展出来。所以你现在也别光顾着提升剑道层次，而是应当想办法去创出适合这2条剑道的剑术。剑道跟剑术完美配合，只有这样，你的实力才能够彻底挥发出来。我明白。剑术方面，适合归一剑道施展的剑术倒是比较容易创出，毕竟归一剑道万法归一，各个方面的剑术都可以。关键是极光剑道方面，适合这一剑道施展的剑术，我心里倒是有个想法，但能否成功还得靠不断实践才行。旭日剑帝留下的9道剑痕博大精深，更是与我的极光剑道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在剑术的创造上应当也能给我不小的帮助。无双大人竟然还待在那儿修炼，他已经完全痴迷在剑道的参悟当中了。这剑无双不仅天赋极高，而且付出的努力也要比常人多得多，难怪在短短不到2000年时间便可以达到这一步。对了，族内那些参悟剑道的人这段时间有什么不满吗？没有。
无伤大人刚来我们族群时，便出手惊退了黑蟒一族的众多强者，救下了不少族人。这件事儿在族内已经流传开来了，族内那些修炼剑道的族人对他都颇有好感，所以知道无双大人一直在峡谷内修炼时，他们也没人多说什么。这就好，这个小家伙潜力不凡，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这样一位潜在强者，咱们跟他打好关系，绝不会错的。对了，提到那黑蟒一族，从这段时间他们的反应看来，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论实力，他们黑蟒一族比我炎魔一族要强上不少。平日里我们两族争斗，只要我们稍微占了些便宜，他们立刻就会疯了似的扑来。可是这一次，我们占了这么大的便宜，黑蟒一族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显有些反常。你传我的命令下去，让族人们这段时间尽量小心点。我总感觉那黑蟒一族会有什么大动作。大动作？明白了。准备了那么久，终于等到今天了。今日便动手，一切按照计划行事。这一次一定要给炎魔一族重创，让他们一蹶不振。是。帝炎大人，待会儿那红神出来，可就得烦恼帝炎大人您出手去对付他了。炎魔一族一直就以肉身防御强横出名，那红神觉醒了部分血脉，而且还达到了3转道尊层次。纵然是老夫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将他彻底留下，不过将他重伤还是可以办到的。只需将红神重伤，让他短时间内发挥不出绝对战力就足矣。这次计划若是成功，炎魔一族整体实力大损，红神实力又发挥不出来，我黑蟒一族完全可以集结强者，将炎魔一族彻底覆灭掉。如此看来，这片疆域今后应当就只有黑蟒一族这方高等族群了。这还得有劳帝炎大人你亲自出手才行啊。钻研这么多年，我这一招总算彻底完善。剑无双，你在剑道上的天赋当然不凡，竟然连那等诡异的剑术都让你给创了出来。尽管你开辟出来的仅仅只是普通级别的道，可你创出的那一剑，就算是那开辟出了天地级剑道的强者，都未必能够创出来。这次多亏有虚日剑帝留下的9道剑痕，此外，我还得多谢当初那位苦尊主啊。我的这一本尊在全身心钻研剑术，而另一本尊却是一直在研究那最强剑道的感悟心得，也颇有些领悟。我感觉自己距离开辟出第3条剑道也非常接近。从今天开始，轮回大陆上不会再有炎魔一族了。这怎么回事？无双大人，无双大人！庆斌，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有人直接杀到炎魔一族来呢？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们被黑蟒一族的强者算计了，他们收买了一方的中等族群，联合算计我们。我族今日出去办事的4位长老，全部陨落了。什么？不仅如此，就连红神大哥也被对方暗算。那黑蟒一族不知从哪里请来了一位强者，趁红神大哥与其族长正面厮杀时，忽然出手，直接将红神大哥重伤。若非红神大哥防御手段极其了得，说不定连他都得葬送在那里。红神也重伤了。无双大人，红神大哥吩咐了，让你立即离开。你终究是一个外人，我炎魔一族跟黑蟒一族的碰撞，不应该让你掺和到其中，所以赶紧走吧。先不急，黑蟒一族这次跟炎魔一族斗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这般机会，断然不会就此放过的。不出意外的话，黑蟒一族的强者今日必是倾巢而出的。
炎魔一族危险了。剑无双，你想做什么？红神对我有恩，且这些年我在这炎魔一族内也得到不少好处，受了如此大的恩惠，自然是要想办法还的。你想出手？你说呢？无双大人，你这是……星变，你就站在这儿看着便是。杀光他们！从今天开始，这片疆域便以我黑蟒一族为尊。炎魔一族斗了这么多年，今日便是你们的灭族之日。哪来的蝼蚁？给本座死开点！我这一剑刚刚创出，还从未在别人面前施展过，今日就用你们这8位道尊试试他的威能。这一剑，我还得多谢那位苦尊主给我的灵感。这一剑的名字叫做绝影。三长老，准备的怎么样了？100名资质较好的年轻族人都已经聚集起来了，随时可以动身。红神，我炎魔一族，当真已经到了这般田地了。这次我们被黑蟒一族算计，最高层战力损失太大，就连我也身受重伤，战力剩下不足30%。而黑蟒一族还请了一位3转巅峰的道尊强者相助。纵然我整体实力比那黑蟒一族差不了太多，可既然最高层战力有了如此巨大的差距，